世间罪业化身，带来灾祸，带来死亡。尊上，我们到了。尊上，尊上，那儿便是逍遥宗了。仙气蔽日，过去竟就藏于此。回尊上，就在逍遥宗的不照山。日月不照，天地不明。看来今日是要应验了。这仙门结界也抵不过尊上轻轻一击。走吧。去看看那传说中可以终结无的神器。苏苏，你在这里守了一日了，回去休息片刻吧。宫野师兄，爹爹和师叔们回来了吗？掌门带几位师叔去漠河一带救人了，恐怕这几日都不得返还。如今仙门诸派只剩逍遥宗和衡阳宗2处仙门，还能抵抗多久？又能救下多少人呢？要是能想办法诛杀魔神。万年前诸神陨落，才齐力诛杀了上古魔神。如今新魔神骤然临世，连姓名来历都不知道，凭我们如何能诛杀？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阻止魔神吗？当今世间已无神明，凭我们的肉体凡胎，根本就无法伤他分毫。诛杀魔神。虽然世间已无神明，但若能找到与魔神相克的神器，或许我们还有转圜之机。可他在哪里，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我们又如何将魔神诛杀？逍遥宗光灭了，逍遥宗被攻破了。这逍遥宗老头也不过如此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他了。尊上，过去竟找到了。只是这玩意儿用我们的魔气竟无法打开，还需他们的仙门之术。这逍遥宗看起来不错，若就此毁去，还真是可惜了。赵幽真人，你不如
帮吾这个忙，吾便留你逍遥宗苟存，如何？你这魔头要杀便杀，何必要戏耍我呢？如此行径，真是猪狗不如。不错，苟见所依之人，便能满心欣喜；诸有糠秕可吃，便安乐不问世事。吾既无欣喜，也无安乐，的确不如他们。你，魔头，衡阳宗徐玄子在此，不容你如此践踏仙门。不想仙门都这般愚昧。徐掌门，吾今日心情好，若你肯帮吾打开这过去镜，吾便放你们二人一同离开，如何？休想！是吧？今日想要救他走，只有答应吾这一个办法。老徐啊，你这个杀。你们也想毁坏尊上的尸骨所？试也试过了，别费劲了，赶紧走吧。魔神就在里面，一会儿剩谁都走不了了。少废话，生死与共。属驴的死不听劝，赶紧停手吧！哼，靓丽，赶紧走！我不走！逍遥翼，有点意思。没什么，那过去镜你也看出来了，能跟四阴精灭打个平手。有点意思，那吾也陪你们玩玩吧。这是洗锁印。尊上，尊上，也罢，既然要玩，不如玩个尽兴一些。你猜，吾想先射谁呀？被尊上的屠神弩标记，必死无疑。老徐，你的额头。或许一石二鸟，也颇有意思。
乱跑，不要管我们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不要恋战，咱们也赶紧撤。想跑没那么容易。可以呀，赵佑。好，执念，接着，快拿走过去镜，魔神就是为此而来的。敢耍我！过去镜，有意思。大家分头走，尽力活下来，替衡阳宗会好。走。龙车，重影也是神器，果然能伤到魔神。这过去竟是逍遥宗的神器，魔神这么在意它，难道？是你。魔气斩天剑。500年来，你是第一个伤到吾的人，配得上死在吾的斩天剑之下。仙子，快把吾的过去镜归还给吾。过去竟是仙门之物，你若想拿，不如杀了我。今日，本尊便要杀绝仙门，叫这3界4周从此再无一根仙骨。仙子啊，还以为你会有些本事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过去镜，爹爹，我回不来了。你没心的是什么？过去镜，这是我的血，竟然打开了过去镜。黎苏苏，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而你是谁，却对这个世界至关重要。我，没错，魔神之所以要抢夺过去镜，只因他在命定之人手中，便会拥有逆转宿命之力。而你，便是这命定之人。逆转宿命。
对，魔神并非生而为魔，而过去便是他唯一的软肋。那我该怎么做？用心看，记住它。水狗尿啊！哎，说话呀你！澹台烬呀！痒巴了你！跟你说话呢。说话！真窝囊，就是连反抗都不会。狗都比你狠。你只会挨我们的揍。对，这是魔神之前身。500年前，他还只是肉体凡胎，身在圣王宫。但身为魔胎，已在为魔神复苏积蓄力量。李素素，没时间了。如今魔神临世已成定局，但那时他若无法成魔，便不会发生今日灭世之劫。记住你要寻找之人，快回衡阳宗，开启破光阵，这是逆转乾坤的唯一办法了。如今的魔神已不可被战胜，只要回到他成魔之前，这便是唯一的奇迹了。休想伤害他！不要杀他！苏苏，怎么就你回来了？季无呢？爹爹，你看这个，狗都比你狠，你只会挨我们的揍。打他！揍他！打他！镜子碎了，只能看到这些。起码我们知道，魔神不是生而为魔，10几岁时还只是一个孱弱不堪的凡人。若我们用死法阵回到过去，在澹台烬成魔之前诛杀他，就能斩断魔神必将临世的宿命。爹爹，让我去吧。你也好，夺神镜照前尘乃是苏苏所下的，这是苏苏的姻缘。苏苏，你记住，澹台烬，他身为魔胎，身负邪骨，若肉身死去，邪骨就会醒来，他会立刻蜕变成魔。所以你要找到办法，先毁掉他的邪骨，才能彻底杀掉他。本尊来取过去镜，衡阳宗还不出来迎接本尊？魔神来了，快战！赵幽，快开破光阵，送苏苏回到魔神成魔之前。
万年前咒神曾留下破光阵，由我逍遥宗掌门代代传承，命定之时方能开启。老徐，时机已到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等等，超幽伯伯，什么时机？爹爹！诸神陨落之际留下预言，仙门破灭之日，会有人进入破光阵，重塑过去未来。仙门破灭！超幽伯伯，快停下！爹爹！爹爹！苏苏，既然有机会能改变魔神灵氏的宿命，这天下苍生便有一线生机。进入破光阵活下去是你的宿命，死守仙门是我和你赵幽伯伯的宿命。再见了，苏苏，在那边照顾好自己。衡阳宗弟子听令，四周村王在此一战。今日我衡阳宗上下死守明无殿，宗门不绝，结界不破，且战！你们还真是冥顽不灵啊！爹爹！苏苏，来不及了。神怒。
是蓝色的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都开始说胡话了呀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是不是摔到脑袋了呀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清醒一点。记住，你要寻找之人，想办法斩断魔神林氏的宿命，一切便会迎来新生。小姐，爹爹，赵佑伯伯，我真的回到过去了。你们等着我。苏苏，爹爹相信你，你一定能做到。等着我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清醒一点啊！小姐。那个，劳驾，能不能扶我一把？我头有点晕。哦。先得搞明白眼下是个什么情况。那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姐，我是春桃啊！你果真摔坏脑袋了，回府被老爷知道会打死我的。看来如今我生在一个富贵人家。春桃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方才摔了一跤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小姐，你要春桃做什么，直接吩咐就是了。你这么说话，怪吓人的，还对我笑。春桃，你快告诉我，我姓甚名谁，父母何人？小姐，您姓叶，贵名惜物，是咱们将军府嫡生的二小姐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那我们在这荒郊野外做什么？哎呀，我想不起来了，头好痛。小姐，咱们今日是来慈寿寺上香，结果上完香，您非要来这后山，说是看风景。咱们半路上遇到了一群强人，说要劫财劫色。啊，那他们得手没有？没有，咱们连滚带爬的跑到这儿，结果您从那个土坡上滚下来，摔昏过去了。所以，我们是在逃命躲土匪？那逃掉了吗？快看，那小妞在那儿呢！走。糟了，这凡人之躯飞不起来。小姐，你做什么啊？没事，脚麻了，跺两下。跑！小妞，别跑了，跑不掉的。二小姐，别跑了，小姐，跑不掉的。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好。算了，你还是躲我身后吧。好。小姐，多谢你护着春桃，你脑袋要是一直坏着就好了。哼，我尽量。二小姐，别跑了！站住！老实交代，是谁派你们来谋害我的？我可以饶你们一命。小姐，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方才他叫我叶二小姐，分明是知道我是叶将军府的嫡女。山野匪类便是想劫财劫色，也该掂量下斤两吧。小姐，你摔过脑袋之后变得好聪明啊！所以，你们是准备顽抗到底了？兄弟们，给我抓住他！叶惜物，你难道一点武艺也不会？平时都不锻炼身体的吗？李素素啊，李素素，4州3界还等着你呢，可能要出师未捷身先死。这楚雨箜篌与我命脉相连，一定能招出来，一定得招出来啊！讨厌！冲什么？小姐，你坠子掉了。该死，如今的躯体只是个凡人，毫无修为，连兵器都招不出来。我果真要虚考自立了。小姐，
小姐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！二小姐，请自重。大师兄，宫野纪武，你叫我什么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您没事吧？叶二小姐，怎么又是你？他不是大师兄。六殿下，我家小姐今日摔坏了脑袋，有点糊涂，您千万见谅。二小姐，不要再做戏了。我萧凌此生独钟叶冰裳一人，绝不会对你有意。方才救你，也只是出于道义，请你好自为之。告辞。这已经不是500年后了。他叫萧凌。走。是呀，小姐不记得爹娘也就算了，怎么连六殿下都不记得了？那你说说吧，他是什么人？六殿下是陛下唯一的嫡子，在民间最得人望，人称山茶花殿下。那他方才说的什么独钟，什么有意啊？小姐既然忘了，就别打听了，就都忘了吧。没关系，你告诉我。小姐之前不是爱慕六殿下而不得吗？可如今六殿下就快成为你的姐夫了。我爱慕他啊，全圣都都知道。那他方才说的什么叶冰裳，便是我姐姐？前几日六殿下来府中看望大小姐，小姐您心里不痛快，便把大小姐推进湖里了。六殿下为此事正在气头上呢，您别怪他说话太冲。推落水，叶希武，你也太缺德了吧？那我姐姐她还好吗？听说是染了风寒，不过无甚大碍。只不过小姐你今日一反常态，闹着要来这城外为大小姐祈福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别过来啊！小的们演的怎么样啊？刚才没惊着您吗？可是您吩咐的，让小的们越凶越好啊！二小姐，您可别不认账啊！可是您说的，把这六殿下引过来英雄救美，您就再给小的们10两银子。您说您这面也见了，这天也聊了，这扑也扑了，该给小的们结账了吧？小姐，圣道不会说出这种。叶希武啊，叶希武，
你缺德都缺出花来了。小姐，你可记好了，你爹是咱们大圣国柱国大将军，你娘生前是荣恩郡主，你祖母是大长公主，你全家都是大圣国1等1的贵人。知道了，我都快背下来了。不过待会儿进了家门，记得帮着我些，不能叫老爷发现我摔了脑袋。小姐放心，包在春桃身上。好期盼的宅邸啊！会投胎果然很重要。不知道魔神现在在哪儿？哎，春桃，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他大约住在皇宫里面。小姐不妨说说看。这个人叫澹台笺，你听说过吗？嗯，你知道？这个人就是咱们姑爷，你夫君啊！啊！哎，小姐，这里就是花园，姑爷这会儿应该还在那儿，就快到了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魔神了，也不知500年前的他实力如何。仅凭这副凡人之躯，也没有重羽帮忙，我能否杀得了他？小姐，啊，你怎么脸色那么不好啊？春桃，你说澹台笺入府已有半年了，那你可知道他有什么罩门吗？罩门？就是害怕的东西。小姐，我说你怎么会把这个也忘了？咱们姑爷在这府里最怕的，就是你呀！啊？魔神不是生而为魔，10几岁时还只是一个孱弱不堪的凡人。看来过去镜中的那个神君说的果然没错，这个澹台笺还只是肉体凡胎一具。不如现在就去会会这个未成气候的魔神。破光阵的时间、地点也都没有错，这么容易就找到他，看来老天都在帮我。他就是澹台笺，是魔胎。他看起来好虚弱，他真的会变魔神吗？若非他叫澹台笺，打死我也不会相信他会是魔神。你二小姐想要说什么？杀了他，就能改变魔神降世，四周3界被屠的命运了。可爹爹在开阵前说过，苏苏，澹台笺身为魔胎，身负邪骨，若肉身死去，邪骨就会醒来，他会立刻蜕变成魔。你要找到办法，先毁去他的邪骨，才能彻底杀掉他。别冲动，李素素。毁掉邪骨之前，不能让他死。可是邪骨在哪儿呢？怎么才能毁掉？越看越觉得奇怪，会不会哪里弄错了？这一切也太容易了。
衡阳宗守山门的狗都比他凶，会不会同萧凛和大师兄一样，只是碰巧长得相似啊？不行，可别错杀了无辜，我得确认一下。小姐，好冷啊，我们回去吧。谭太监，你把手伸出来。姑爷，你再伸过来一点。谭太监，你掐我一下试试。别动，你做一个凶一点的表情，试试。二小姐，你要发便发，又何必戏弄我呢？谭太监，我要你在心里想，你想杀人。你想杀了我？今日本尊便要杀绝仙门，从此再无一根仙骨。是他，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姑爷掐到你嗓子眼了？你一直在打寒战，还是先送你回屋吧。好，真的好。咱们离这个人远点儿。谭台烬为什么会跪在冰面上？小姐，你都忘了，是你让姑爷罚跪3天的呀。我让他跪，他就跪？不然呢？叶希武，你可真了不起，魔神都凶不过你。那我又是为了什么让他罚跪的？我有点想不起来了。还是因为之前您把大小姐推进湖里的事儿。那关谭台烬什么事？您当时脚底一滑，就也栽下去了。六殿下当场跳进水里，游过去救大小姐。姑爷看见六殿下跳了，就也跳下去了。救我？救大小姐。冰城小姐被他俩救上来，小姐您是自个儿扑腾上来的，可把您给气的，您就罚姑爷到外头跪着去。当天晚上下了鹅毛大雪，那湖面上都结了一层冰，你看了高兴，就让姑爷到冰面上跪着去。你说，谭台烬，你不是爱去湖里显摆吗？就好好在这显摆几天吧。这也太不是东西了啊！哦，我是说，谭台烬竟然胳膊肘往外拐，太不是东西了。小姐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，气坏了身子。虽然说姑爷喜欢大小姐，啥？你的意思是，谭台烬喜欢叶冰裳？可也就只能想想。小姐，您雷霆手段，我也有贼心，也没贼胆，只能身在曹营心在汉啊。所以，我喜欢六殿下，六殿下喜欢我大姐，谭台烬也喜欢我大姐。没错。叶希武，你们两口子也太有出息了些，天天对着人家一双佳偶流口水，这日子是怎么过下去的？那既然我喜欢六殿下，为何会跟谭台烬成亲？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不过那个时候姑爷还被人叫谭台殿。
小姐先好好歇歇，春桃就宿在隔壁，小姐有事唤我就好。爹爹，我在这边已经安顿下来了，你们可以放心了。魔神我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现在还不能杀了他，来改变魔神临世的宿命。不过，好在他现在还只是个柔弱的凡人，把他在冰天雪地里跪着，先让他吃点苦头好。季风啊，今夜一定非常难熬。外面风声这么大，他不会有事吧？爹爹，少有伯伯，大师兄，我这么做没错吧？他还真一直跪着呀。我什么时候睡着的？小姐，你醒了？昨夜那大风吹得跟狼嚎一样，您睡得可还安稳？哎呦，他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你看到了吗？这都第3日了吧？你可真够瘾的！哎呀，得罪了二小姐，没点好果子吃。肯定是装的。这里每个人都那么讨厌他，他要是不装的可怜一点，日子会更不好过。谢谢，谢谢叶小姐。叶小姐真是活菩萨。这么多年来，每逢初一时，我都亲自来捉鹏施粥，雷打不动啊。改明儿我也去庙里求一求，保佑他和六殿下早点成亲，生他3、5个小王孙。不用谢，小姐，六殿下昨夜派中太送信来，说他今日休沐，会来周鹏帮忙。这算时辰也该到了，你把勺子给我，快去打扮打扮。不用了。对了，拿好了。中太跟我说，昨日他们去练兵，在城郊遇到了二小姐，那个泼妇还不肯放过六殿下，不可口出恶言。不用谢，二妹已经嫁人了，此番胡闹，怕是以后在京中的名声更加不堪。你听来的这些闲话，也不要去祖母和爹爹他们面前说。小姐，你还替他担忧什么呀？你前些日子被他推得坠了湖，还染了风寒，老爷他们不也没罚他吗？以后不许再提此事。那好了，谢谢您，叶小姐。不用谢，把这边都清扫一下。六殿下到。我该回去了。
冰城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见一面，这就要走了。也是日渐黄昏了，再不回去，怕是要被家中长辈责怪，失了体统了。我这些日子在城外练兵，圣国的军营有一大半的规矩都是叶大将军定的。等回了城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，没想到啊，还有你们叶家的规矩等着。殿下说笑了，叶家规矩大，冰长自有习惯了。叶家规矩再大也没有二小姐大，就连景国的质子都要被她发去贵宾了。澹台烬去贵宾了。哦。澹台烬虽是质子，却也是景国的王子，叶惜雾怎可如此折辱？罢了，与那刁蛮之人全无道理可讲。你坠湖之后身体还未大好，今日早些回去休息吧。也罢，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你那个恶毒的夫人，已经罚你跪在这里4日了。这样下去，你真的会死的。他是真心要置你于死地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二小姐，二小姐。二妹妹，我知道方才在湖边，你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。大姐，今日六殿下来看你，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落汤鸡，感觉如何呀？二妹妹，我平日和你无冤无仇，何必苦苦相逼呢？这话你和六殿下去说吧。我真不知道你学了什么狐媚之术，把六殿下迷得团团转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还有那个毫无夫德的澹台烬，竟也被你勾引。既然他那么爱出风头，我就让他出个够。冻死了，也不过就是过去跟祖母说一声。叶冰长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你再怎么折腾，过不了几日，澹台烬一定会死。只要你们都不出现在他面前，六殿下就只能喜欢我了。真是个狠毒的恶妇！有人过来了。这府里怎么总是乌鸦飞来飞去的？真是晦气。好像姑爷来了以后就一直这样。太阳又落山了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再跪下去，他可能真的活不过今晚了。他是死不足惜，可是如若血骨复苏，麻烦就大了。姑爷，对不起啊，不小心说，没看见您在这里赏月，弄湿了您的衣裳。走走走，走走走。天这么冷，澹台烬全无修为，衣服又湿透，他顶不住的。二小姐，天寒地冻，请回吧。不用劳烦你亲自来监看我受刑。谁说我是来监看你了？我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我只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，免得还要我替你收尸。我便是死了，又何劳二小姐亲自来为我收尸？这世上想要看到我横死的人，多如过江之鲫。
说不定到时候会成群结队的来向你登门道贺呢。你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会可怜你了？可怜我？不行，小魔神已经动蔫了，再这样真的会死。算了，以后有你报应的。这斗篷难看死了，我不要了，送你了。二小姐的衣裳，我不敢领受。若是二小姐不喜欢了，明日叫春桃拿去扔了便是。你，二小姐还有何事？看吧，李苏苏，这小魔神根本没血没肉，你明明可怜他，他却还阴阳怪气。但凡这魔头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能给他一丁点善心。有这好心，不如多去喂喂狗，感化感化山匪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小魔神死不足惜，可三界四周的性命，还都压在他身上呢。哎，谭太静，你不要装死啊！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可怜你。这个景象似曾相识，难道他就是在这里死去，然后化身成魔了吗？谭太静，谭太静，你醒醒！春桃，春桃！小姐，是你叫我？我叫你，快进来。哦。小姐，是你没醒还是我没醒啊？你说什么胡话？赶紧去烧洗澡水，越快越好，救人要紧。哦，快一点！哦，小姐，你方才怎么跟姑爷抱在一起了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那人间的夫妻不是理所应当同床共枕的吗？人间？快看看洗澡水烫不烫？哦，好。小姐，水不烫了。春桃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小姐。这些伤是被叶夕雾打的吗？早知道小魔神弱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也不会赔上四周三界的前途来跟他赌这口气。快缓过劲儿来吧，拜托拜托，你可是魔神，为了四周三界，你也不能死啊！谭台烬，你真可怜。又是你，每次当我濒死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。我一直都在。我知道，你就在我的身体里。你想要它吗？还不是时候，不要着急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吗？是啊，20多年来，这副身躯给了你什么？只有疼痛、饥饿、寒冷、屈辱，还有受困于人。有朝一日，你可以摆脱这副肉身，将灵魂奉献给我，然后你将得到永远的安宁。无所谓，不管是这副身躯，还是什么灵魂，你若想要，随时都可以拿去，我不稀罕。谭台烬，耐心些。你要尝尽人间的苦楚，汲取无尽的怨恨。你背负着命定的诅咒，注定不得善终。当你的痛苦达到巅峰，生命走到尽头时，我会来接受你的献祭。
原来500年前人间的月亮这么明亮，可惜自魔神离世，到处都是浊气。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过月亮了。生为魔胎，身负邪骨。这邪骨究竟生在何处，长什么样子啊？究竟哪一根才是邪骨？没摸出哪块骨头有什么不同啊？你在做什么？你也醒了？叶希雾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你管我玩什么花样？你既然醒了，就赶紧起来穿衣服，别泡在水里面装死。去哪儿啊？去湖面，还没有天亮。哎，你不能去！你给我站住！今日不许去了，以后也不用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是我的人，天天跪在外面人来人往的，不是丢我的脸吗？那真是抱歉了。我累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不要跟我说话。爹爹，你们送我过来时肯定想不到，你女儿要和魔神睡一个被窝。你站着干什么？快点做，做完我也要睡觉了。做什么？当然是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。你不记得了？不妙，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了。我记得呀，我怎么可能会忘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有点口渴。春桃，我要喝茶。春桃，你快告诉我每天晚上和谭台烬都要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打他呀！啊？自从小姐你嫁给姑爷之后，便心气不顺，所以每晚睡前都要抽姑爷一顿鞭子才肯解气。这是变态吗？啊？你鞭子放哪儿了？就放在小姐你褥子底下。要抽多少下？这可说不准，看小姐你心情吧。这么长的鞭子，叶希雾，你果然是个变态。李素素，你从前斩妖除邪，眼睛都不眨，抽鞭子有什么下不去手的？这一鞭，你且替500年后的魔神受着。魔神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
如今他还不是魔神，任打任骂，逆来顺受，欺负他，折磨他，就能阻止魔神降临吗？这样只会让你心中更加难受。我累了，今日打不动了，睡觉吧。谭太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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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疼！糟了，冰天雪地里跪了4日，还挨了那么多鞭子，凡人之躯怎么吃得消啊？林素素啊，林素素，这回你可闯大祸了！春桃，春桃，春桃，你睡了吗？春桃，小姐，姑爷的药煮好了，还有别的吩咐吗？没有了，这次真的不会再叫你了。你好好去睡。谭太介，谭太介，来，回啊！啊！小魔神已经烧迷糊了，也不知道这人间的草药管不管用。张嘴。怎么还这么烫？小时候我发热，爹爹就是这样给我敷冰帕子的。你终于醒了，我就知道这招肯定管用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去睡了。啊，我真是欠你的。
这女人出门上香，莫不是撞了邪？为什么上身呢？小姐，昨晚折腾了半宿，怎么不多歇息一会儿？谭台烬人呢？姑爷除了受罚，平日里会去藏书楼里抄经，今日一早便去了吧？哦，谭台烬，这份救命之恩你赖不掉也躲不了，给我好好记住，有朝一日你得拿命来偿。什么时辰？快到午时了。老太太、老爷、大少爷，他们已经到饭厅了。二小姐好。这些都是叶希雾朝夕相处的家人们，想留在叶府，得先过了这关才行。这位应该就是圣国柱国大将军叶希雾的爹爹，这位应该是叶家大公子叶希雾的大哥，至于这几位，应该就是叶希雾的姨娘们。这位尊荣华贵，应该就是叶家祖母了。祖母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春桃做什么？待会儿连春桃一起罚。糟了，叶希雾，你这个惹祸精，这是又闯什么祸了？过来。糟了，不会是要挨手板吧？你这是想急死我呀！这么冷的天，你连件挡风的衣裳都不穿，就在外面跑来跑去。你们看看，这穿的都是些什么呀？我可怜的楠楠哦，你身边连个能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，到头来疼你的还得是自家人。哎，来，把这个穿上就不冷了。还好只是虚惊一场。这才像个样子。春桃，到库房再领几张皮子，给你家小姐多做几件冬衣。是。祖母，我也想要一领白狐裘。想要？喏，找你爹要去。爹，我要白狐裘。你要个屁！叶泽宇，你还好意思？身为叶家长子，不知习武练剑，像你二弟一样戍边守国、建功立业，就知道跟那些狐朋狗友去骑射玩乐。就你这副德行，圣都有几个正经姑娘家会看上你？菜都快凉了，快吃饭吧。楠楠啊，坐到你爹爹旁边去。去吧。是。慢点啊。爹。楠楠，赶紧尝一尝。爹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所以特意吩咐厨房做了你爱吃的菜啊。我听下人们说了，你昨晚又是泡澡又是熬药的，折腾了一宿，肯定费了不少力气。你可要多吃点才行啊。是啊，来，多吃点。哎，多吃点肉，吃这个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这便是书上所说的人间亲情。这全都是给你做的，都是你爱吃的菜。快给他加点那个胡烧肉啊！这家人对我很好，豆腐汤也鲜，跟你一样好。昨日里听安定侯府的大夫人提起，说楠楠将冰场推落水的事儿，已经在京城里传开了，各处都在议论。哎，议论就议论，还怕他们不成吗？对他的名声不好。胡闹就胡闹了，楠楠都已经嫁出去了。哎，爹，去年二妹未嫁时，你可是说闹便闹，以后嫁了人想闹都闹不得了。
这怎么嫁不嫁，总是二位有理啊！闭嘴，吃你的饭。叶惜雾啊，叶惜雾，我算是知道你怎么会是这副德行。我这几日想过了，推大姐落水的事儿终究是我的不对，我今日想去向她赔个罪。母亲啊，楠楠现在长大了，这也太懂事了。我们楠楠心地善良，又有担当，不愧是我叶家的子孙。真是快把叶惜雾宠上天了。不过赔礼道歉，我看就不必了。万一冰常病气还未去，被染上，那就不好了。没关系，祖母。祖母说的对。二妹若是来向我赔罪，倒是看清了我们姐妹的情分了。大姐，二妹快请坐。祖母，是我不好，这几日带着病气，未能向祖母和父亲请安。今日施粥归来洗沐一番，没想到却来得晚了，搅扰了大家吃饭，真是该罚。楠楠，听见了没？你姐姐都说了，不用去赔罪了。冰常，坐到泽宇那边去吧。谢祖母。怪不得大师兄，不，萧岭和谭台烬都喜欢她。这样一个美人，脾气温柔，心眼儿也好，谁会不喜欢呢？谭台烬人呢？怎么没来吃饭？哎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？你总不能天天只吃饭不干活吧？就是啊，不能不干活呀。怎么？哼！哎，你看啊，我们哥几个辛苦了一下午，那还有一大堆主子们用过的碗筷没刷呢。我看您成日里清闲无事，劳您大驾，去把那些碗筷洗刷干净，再吃饭。怎么样？就是啊，对呀，劳您大驾了啊，姑爷。姑爷请吧。哎，去吧，那就辛苦姑爷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吃饭！哎，来吃饭啊！来，包吃。哎，我给我，哎，给你，给我，哎，给你。所以谭台烬自从入府，从未和我们一起用过饭，都是在厨房和下人一起。是啊。小姐那么烦他，哪还有胃口吃得进饭啊？不过我听说姑爷平日里也不大能吃饱，下人们都是看人眼色行事的。小姐你平日里怎么做，他们就跟着怎么做。这个魔头，饿他几顿也是活该。可整日里躲得远远的。我怎么盯得住他？厨房在哪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有些人呐，他就是主子的身份，奴才的本分啊。就是啊，那叫啥来着？贵人见命啊！贵人见命。过得其实啊，还不如咱哥几个呢，是吧？就是啊，咱哥几个哎，吃饭。这个香，哎，真不错。哎，你们说，就他这种人啊，活着有什么意思呀？要我说啊，不如早点死了算了。叶惜雾平日里就是这样纵容下人们刁难谭台烬的。对啊，死了算了，还不如死了。去吧。是。
大冬天的，这哪来的苍蝇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喝水啊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去吃个苍蝇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吃。哎，你们吃。咱们接着吃，你坐这边。完活了，真晦气。走。哎，二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那个谭台烬，谭台烬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们催他去死啊？小姐，我方才让姑爷去刷碗来着，那桶里都是哥几个昨天晚上特地从湖里砸出的冰疙瘩。嘿嘿，哦对了，还顺手啊，泼了姑爷一身水。昨晚没冻死他，但是今天让他多洗会儿，保管他连手指头都能冻掉。嘿嘿，而且今天也没给他吃饭，只留了一桶泔水。你们平日里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？人本无贵贱之分，可有人甘愿自轻自贱，一辈子当个奴才，还非要踩在别人头上找那一点乐子？看到别人过得困苦，就这么让你快活吗？小姐，您别当真啊，这不哥几个想替二小姐出气，对您我们肯定是绝无二心的呀。今日你敢对谭台烬这么说，不过是其他无人凭依。哪日叶家败落，你们是不是也敢对祖母爹爹对我这么说话？不，小的不敢，二小姐教训的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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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别吃这个。二小姐，人不吃饭是会死的。这些东西不干净，那些家丁都不知道往里面加了什么，你吃完会生病的。比这个更脏的我都吃过。他们方才那样说你，你连句反驳都不会吗？你一个君王之子任奴仆欺辱，你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吗？羞耻之心，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比起羞耻之心，还是这碗饭来的更重要。叶希沃，你给我走！没有这口饭，我可能会死；但若有了羞耻之心，我根本就活不到今日。少废话，跟我走！把这碗饭吃了，然后该干嘛干嘛去，不要整日病恹恹、瘦骨伶仃的，一个不小心就病死了。二小姐这套伎俩已经用过一次了，我若是再上当，便是活该。二小姐，恕不奉陪。坐下。什么伎俩？你把话说明白。二小姐方才问我有没有羞耻之心，这种东西，二小姐你自己怕是也没有吧？好啊，既然你让我说，那我就再说一次。好，你说。半年前，七夕宫宴，你姐姐和萧凛在宫中相会，携手游园。而你呢，你却一心想要拆散他们二人，独占萧凛。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副名为结春蚕的迷药，准备下给冰长小姐与武殿下萧良，想叫他们二人生米煮成熟饭。可不曾想，萧良那日将我拦下。今日宫中宴饮，就连宫女和太监都能开荤，你该不会还饿着肚子吧？也罢，谁让我这个人向来菩萨心肠，这点心
就赠予你吧。多谢武殿下。哎呀，真是不巧哈！不知你最近听说没有？近来景圣屡有骄兵，若父王经谁提醒，想起你来，把你杀头祭旗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吧？哎呦，忘了，你喜欢吃碎一点的啊。够碎吗？够了。可我刚吃下不久，就感觉头晕目眩。这时你突然出现，抱住了我。武殿下的劫川残不慎被我误视，好巧不巧，叶冰长的那人阴差阳错被你吃掉了。宫中见证之人众多，叶将军只得请旨，为你我赐婚。兹尔柱国大将军嫡女叶氏，景国三王子澹台烬佳偶天作，下旨赐婚，以成其美。后来，你将此事原委告知于我，从此，你就以戏弄、折磨我为乐，愈发的扭曲、恶毒。叶希雾啊，叶希雾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所以这一次，二小姐又在这饭食当中放了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放。是吗？二小姐劳神费力，只为了让我吃上一口饱饭，不行吗？澹台烬，我告诉你，你想把自己饿死，门儿都没有。给我好好看着。你这回满意了吧？以后一日三餐你都来这里吃，春桃会给你送饭，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不许再给我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。好像真的只是一碗饭。这女人究竟是怎么了？这应该是自打你进叶府以来吃到的第一顿饱饭吧？发现没有，这几日那个女人也太正常了，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也许她想用其他办法折磨我吧，毕竟我人在这边。若是质子死了，叶家也无法脱责。也对，
这女人反复无常，这儿确实不能久留。不过，离开了这儿，你还能去哪儿呢？啊，对了，我遇上了几只景国过来的乌鸦。景国？真巧，那儿也是我的出生之地。你去过景国王宫吗？那可是天底下最恶心的地方。他们说，他们看见了有巫医在焚烟做法，闻到了病人腐朽的味道，还有焦躁的大臣在朝堂上踱步。大概是景王吧。那个理应被我称作为父亲的人，命不久矣了。可我连叶府都出不去，那些东西也与我无关了。父王，儿臣有要事禀报。灵儿，你来得正好。刚收到急报，澹台无极快死了，他的那个哥哥即将继位，左右留着那个质子也是没什么大用了。儿臣听闻，澹台明朗天生是一副铁石心肠，这个人未必会有顾念手足的天性。杀了质子，恐怕会如他所愿。我的灵儿果然是聪慧啊！如此说来，姑若留着他，便是扎在澹台明朗心头的一根刺。姑稍后便宣澹台烬进宫，姑倒要看看他作何姿态。若他有心，姑不妨助他回去，搅浑景国，再趁乱将他杀了。要是他才薄志浅，姑也就没必要再留着他了。届时找个年岁相当的送去景国，只要澹台明朗信为真，那么真伪有那么重要吗？父王。